欢迎你呀，田中角荣手下。田中少尉、ようこそ。大変お忙しい中、会談に臨んでいただき、我们很感谢こちらとしては主席ありが在とうと思ってい本中ます。和我们见面。我是个大官僚主义，哎，见你们见晚了。哎，大平外相，你的名字好啊，大平，天下太平。哎，你们吵架吵完了？喧嘩はしましたが、問題は大体吵是解吵完了決しました。，但问题基本解决了。啊，吵出个结果来就不吵了，不打不成交嘛。两个外交部长都很努力呀。外相の2人も頑張っていますよ。嗯，你把他打败了？彼を任しましたか？いいえ、仲良く話し合いました没。有，我们是友実好交谈。はちょうど正好同い年なんです。我们俩同岁。此人是周朝人，この人は周文王的后代啊。周文王の子孫ですよ。周文王姓姬，所以主席说姬外长是周文王的后代。他还是个医生，你们有病可以找他去治啊。啊，这个人啊，是在日本出生的。你这次回去可以把他领回去。梁さんは日本でも有廖名な先生在日本很有人气，参議院の選挙他に如果参出馬したら加参议必ず院选举当選します。，一定会当选的。嗯，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中国の習慣に従って改めるよう準備をしてい准备ます。按中国的语言习惯来改。半个世纪的事了。嗯，你们只说句添麻烦，年轻人不满意呀。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的ご迷话。惑をうっかり女性のスカートに水をかけた時に詫びる言葉でしかありません。必ず中国の人民が納我得们一定会できる表現を让中国人满意。近々一致した意見にたどり着くと思います。我们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有些事情可以几十年、几百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啊，北京に来て今日で3到日目ですよ。才只有3天。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啊，搞得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他们不太放心的啊。他们不晓得你们在那里搞什么鬼呀！啊，美国人今年2月来了，没有见着，你们跑到他们前面去了，他们心里边可能不那么舒服。キッシンジャーがと先月東京で会った時に上个月どうして訪中を急ぐのかと聞かれました。为什么その時急于访华？日本と中国の関係はアメリカよりもずっと長い歴史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だと答えました。久远的多呀。嗯，你说的对。历史上记载，中日的第一次往来是在后汉，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だから日中両国の間に長い交流の歴史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んですよ。交流源远流长。啊，你们那个声明什么时候能发表啊？有些措辞啊，我们还要共同研究以后敲定，最晚明天发表。哈哈，你们的速度很快啊。
ここ数年間、日中の民間交流が这些年来，途絶えることなく日中民间交続いて往不断まいりました。両国の国民が私たちの代わりにやるべきことをやってくれたので、首相に残された仕事はサインとシャンパンで祝うくらいでしょうね。喝香槟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日中国交正常化は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目下に必要です。今年春天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他问过我，打破中美坚冰是否彼此都需要？我说是的。我这个人呢，现在勾结右派，名声不好啊。尼克松选举的时候，我投了他一票，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你还不知道吧？それ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主席。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那是解决不了的。日本国憲法に基づいて、内閣には外交事務を扱う権限があります。内阁有权处理選挙活動の時から私は日中国交正常化は当選後最初の責務として必ず責務であります。必定要承担的责任。好啊，你比尼克松勇敢。ニクソンよりずっと勇気を持っていますよ。関は本をたくさん読んでらっしゃいますね。他说主席读的书真多呀。我是中了书毒啊，这辈子离不了书喽。每天不读书就没法生活。我没有什么礼物啊，就把这套《楚辞》送给你。大変感謝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非常感谢毛主席。帰って必ずよく勉強します。一定好好学习。主席のご健康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祝毛主席身体健康。健康是没有了，我这个人呢，是要去见马克思喽。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とてもお元気なご様子。身体还很健康。我等着看你们发表的联合公报。父亲，过来了。父亲，前天日本的传闻已经得到了证实。毛泽东从山沟里一步步地走出了阵势，把我赶到了这个孤岛上。国际舞台这盘棋上，我们曾经有这么多的盟友和邦交国家，现在也都倒向了他的阵营。尼克松去了。田中去了，看来你父亲我真的要成了孤家寡人了。父亲，不会的，事情还没发展成那样。再有，上次追明过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不管事态发展成什么样，日本也不会跟我们断绝外交关系。追明的话，你还信啊？他在日本只不过是个小喽啰，田中才是举足轻重的人。如果他不向中共服软，毛泽东会见他吗？
明天，中日联合声明就要签署了。我们必须把一些悬而未定的问题落实下来。首先，你们将用什么词来代替天王麻烦？総理阁下，この表現でいかがでしょうか？你看这样表述行不行？日本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要不要在战争前面加上侵略二字？自部長、これが私たちにできる最大限の譲歩です。所能做出最大限度让步的底线。我看这种表述可以，不是侵略战争，怎么会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不是侵略战争，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么能够痛感责任，深刻反省？第二个问题就是日台外交关系如何处理。この点に関しましては、首相の意見を伺った上で。日本が台湾との外交関係を終了するという声明をこれとは別に発表することにしました。这个声明什么时候会发表？请明确地说明具体的日期。わかりました。その件は日中両国の信頼関係に関わる重要なことだと。よく知っております。絶対にご信頼は裏切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この件は私自身が担当するので、どうかご信頼ください。中日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仰，这是最重要的。1972年，中日两国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终于恢复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署。妞姐，你看，从26届联大我们进入联合国以来，这才短短1年时间，和我们建交的国家已经有21个了。现在啊，应该是22个。就在刚才，牙买加跟我们签署了外交公报。那这么来说，全世界和我们建交的国家就有80多个了。总有一天啊，在这个地图上会布满了5星红旗，我们的朋友会遍布全世界。对了，你说尼克松他都已经连任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尼克松是承诺会在他第2个任期之内解决中美建交的问题。现在他能够连任，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利好的消息了。但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啊，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吧。Congratulations on your re-election, sir. You represent the aspiration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ank you, Harry. We'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quite well, so I was considering whether I should give you a heavier task in my government. Well, sir, you know that I like a challenge, especially if it's with the president that I respect the most. Last year, I promised to normalize China-US relations during my second term. Unfortunately, I didn't expect Japan to go faster than us, complet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ir relation with China ahead of us. Well, you know, sir, I have been thinking that even though we can't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right now, well, we could open up some institutions that allow fre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Yes, I've been considering this issue as well and asked Heldman to provide with a plan. So here's the report,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solution is the more acceptable for the Chinese side?
Well, you know, sir, I would say that the Chinese side would think that a representative office would be the most acceptable. What makes you think so? Well, when China and Japan had to establish norm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they set up the Liaochengzhi and the Tagasaki representative offices respectfully. This keeps th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open. The standard of a representative office is too low, so do we have any other options? What would you think about a liaison officer? What do you mean by liaison office? Well, a liaison office, it's unheard of in diplomatic history. Just think of the liaison officers to be senior diplomats, if you will. Yeah, this is a creative idea. 主席，自从尼克松连任以后啊，他就传来消息，希望在改善中美关系的道路上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其实啊，球在他们那边，不在我们这边。是的，美国刚刚在巴黎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啊，决心从印度支那撤军，这就消除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呀。那台湾呢？按照尼克松的设想啊，在他连任的前2年，从台湾削减美国的驻军，后2年准备以日本的方式改善中美关系，使之完全正常化。尼克松还是没有田中角荣勇敢。在中美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中美官方的接触不使温度降下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想搞一个外交机构，啊？昨天，美国政府给我们发来了通知，准备派美国资深的外交官戴维·布鲁斯作为美国首任驻中国联络处的主任。这个人在美国是干什么的？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啊，这个戴维·布鲁斯曾任联邦德国、法国等国的大使，不久前又担任越南问题巴黎谈判美方代表团的团长。在美国的外交官中，无论是资历和地位，都是最高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很信任他。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么说，我们也得选一个高手，到美国去做这个联络处主任，啊。恩来，你现在有人选了吗？我考虑黄镇同志去比较合适啊。他无论从资历、能力，还有影响力，与布鲁斯相比呀，有过之而无不及呀。黄镇，我们的将军大使啊，啊！哎，他现在不是在法国吗？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我把黄镇调回来。啊，我没有意见。那我就让外交部发调令。恩来，你的身体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不对吧？有人已经向我告你的状了。告我什么状啊？
你的保健医生跟我说，你的病情发展很快，必须减轻工作，增加休息啊。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不过我也担心啊，万一突然倒下去了，那会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失啊。这些年，你实在是太累了。有没有人能够分担一下你肩上的担子啊？我倒想到了一个人，不过可能阻力会大一些。谁呀？邓小平。这件事，咱们改日再谈。好，主席，我去。老黄，国内禁韩。怎么了？你看，回国挺好的呀，咱们在国外漂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60多岁的人了，咱们也应该叶落归根了。想得美呀！你没看上面写着“另有任用”吗？你说会让我做什么呢？不管做什么，咱们啊都服从组织的安排，先回国再说啊。是。不过我们在离开法国之前，应该去看一个人。谁呀？Monsieur l'ambassadeur et madame, mes distingués invités, asseyez-vous, je vous en prie. 王大使和夫人是2位贵客，请坐。谢谢。一峰大夫人，我们刚刚接到国内的电报，即将应召回国。在离开法国之前，我和夫人朱琳过来看看你。Madame, nous avons reçu la télégramme du gouvernement. Nous rentrons en Chine selon l'instruction. Avant de quitter la France, Julie et moi voulions venir vous voir. 夫人，这是我给您带了一点小礼物，请您一定收下。Madame, c'est un cadeau simple. Veuillez l'accepter. C'est magnifique. Merci beaucoup. 真是太漂亮了，谢谢了。Il y a presque 3 ans que le général de Gaulle est décédé, et vous pensez toujours à moi. 戴高乐将军已经走了3年了，但是你依然记得我。戴高乐将军是中法友谊的缔造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法建交做出的贡献。Le général de Gaulle est le fondateur de l'amitié sino-française.
nous ne saurions jamais oublier sa contribution pour l'établissement de la relation diplomatique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夫人，我们代表中国政府，诚挚地邀请您，在时间方便的时候去中国访问。Au nom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nous vous invitons à la Chine à tout moment qui vous conviendrait. Le général a toujours rêvé de visiter la Chine et de rencontrer le président Mao Zedong. Mais il n'a jamais pu faire ce voyage. C'est sûrement le plus grand regret de sa vie. 戴高乐将军生前一直都想要去中国，去拜访毛泽东主席，但是他这一生都没有去成，这应该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夫人，我们在中国等您。对，我们在中国等着您。Nous vous attendrons en Chine. Merci. Veuillez transmettre mes salutations au président Mao Zedong et au Premier ministre Zhou Enlai. 谢谢，请替我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我的问候。夫人，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您的问候带到。Nous les transmettrons certainement. 总理，该吃药了，记得休息。总理，黄大使想进来看您，刚才您睡着了，我就没叫醒您。他回国了？是。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门口。赶快请他进来。是。黄振同志啊，总理，你回来了。哦，您别起来了，刚做完手术。没关系。来，慢点，慢点。哎呀，我就是来看看您。黄振同志啊，你回来还顺利吗？一切都顺利，让总理惦记了。总理，您比我上次见到您的时候又瘦了，还老了。老是正常的，人哪有越活越年轻的啊？黄振，你的工作安排，季部长跟你谈了吗？谈了。我看你的心情不高啊，有想法。总理，去美国联络处当主任，这副担子太重，我怕担不起来。是怕担不起来，还是不想担？总理，不瞒您说，自从我调到外交部，我就一直在外边飘着，在匈牙利待了4年，印尼7年，法国9年，我在外面漂泊的时间太久了。几个孩子对我和朱琳都很陌生，我这个当父亲，我知道外交官的辛苦，我能够理解。可是国难思两江啊，中美联络处这个岗位太重要了，在中美建交前的敏感时期，可能比大使馆还重要啊。对于这个岗位的人选，我和毛主席商量了几次，主席还是觉得你比较合适。主席定的。你在法国这些年，不仅做大使，还主持了和意大利、智利、澳大利亚、西班牙、土耳其、比利时、黎巴嫩、扎伊尔和赤道几内亚10几个国家的建交谈判，还秘密接待了基辛格，为打开中美之间的通道，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是啊，我们都是国家的，当国家需要我们挑担子的时候，哪怕苦点累点，我们也要咬着牙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你说，我说的是不是？总理，您不用说了，您就是我的榜样。黄天，回去好好做做总理和孩子们的工作。俗话说，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呀。在国家和小家这架天平上，我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只能把小家舍掉。你也好好保重。咱们这个国家离不开您这个当家人。不，当家的是毛主席，我只是毛主席的助手。我们的共和国还很年轻，可我们已经老了。真想为新生的共和国多做点工作呀。爸妈，哎啊，快交杯给外婆，果果来了，外孙女来了，哎呀，来，慢点，菜都做好了，果果啊，来，外公外婆呀，在巴黎给你买的巧克力，拿着，快拿着吧，快，谢谢，好客气，这孩子怎么这么内向？他可不内向，平时疯得很。这是跟你们不熟，从他出生到现在跟你们见过几次面啊？来，过来，下来太重了啊！哎，小虎，你们可回来了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再不回来，我可就记不清你们的模样了。哎妈，这是你儿媳妇儿，妍妍，对吧？哎呀，真漂亮啊！快招呼大家吃饭。来，妍妍，你来，来，小虎，坐啊！来，把包先放这儿。我呀，在法国啊，给你买了一件风衣，你试试把这个脱下来。哎，来，试试看。谢谢妈，真好看。怎么样，喜欢吗？嗯，巴黎是世界时尚之都。这衣服就是好看，喜欢就行。走，出去给他们看看。嗯。哎，怎么样？看我给妍妍买的巴黎的大衣，怎么样？好看！妈的眼光真好。主要我们妍妍漂亮啊，是不是啊？谢谢妈。来，快坐。哎，都没有。哎，庆庆呢？庆庆什么时候回来呀？哦，那个庆庆今天值班，说要晚一些，叫咱不用等他了，直接开饭吧。啊。哦。好。哎，老黄，说两句。哎，还是你说吧。好，那就我说两句。这些年啊，我和你爸，我们俩人在国外，参加了很多次各种的晚宴，但是啊，我们很渴望能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吃上一顿家常饭。今天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在妈妈心里，比节日还重要。妈，你这次跟我爸回来，反正也不走了，咱们立个规矩，以后啊，每周必须聚一次，怎么样？好啊。好啊，我也同意。哥哥，爸爸妈妈，你们终于回来了，我都不知道，可想你们了。哎呀，
好吃的，我就知道你们一回来绝对就有好吃的。快去吃饭吧！快都坐那儿，来，咱爸把酒都倒上，能喝酒的喝酒，不能喝酒的喝汽水，咱们全家碰一个。对。听说您这次回来要去外交部当副部长啊？我一朋友想去外交部西欧司，您能不能给说说话？走后门的事别找我。哎，妈啊，那个您外孙女呢，今年就要上幼儿园了，咱们去外交部幼儿园没有问题吧？啊，咱们到时候再说啊。爸妈，上个月我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带回来看看，你们帮我参谋一下。大家吃饭吧啊！来，对吃饭！妈，你们是不是又要走啊？你爸刚刚接到命令，要去美国当驻美联络处主任，我也跟他一块儿去，周6就出发。这次要去多久啊？说不准。丽丽，孩子们，今天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这么多年了，我和你妈妈一直在国外，对你们关心太少。无论是你们读书、工作、结婚、生育，甚至于生病住院，爸爸妈妈都不在你们身边。爸爸妈妈对不住你们。来，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啊！喂，对，哦，好的，我马上转告他。部里来的电话，说是让你去中南海，接你的车已经到了。大家别愣着了，大家吃啊，快吃！你看看这一桌子菜，不吃都浪费了。主席、总理，欢迎啊！我们的苏武回来了啊！苏武出使匈奴，在外面待了多长时间呢？19年啊！黄振，你在外面待了多少年呢？主席啊，从匈牙利到印尼，再加上法国3个国家，一共是21年。你比苏武待的时间还长呢啊！这次啊，又要让你出去了，而且呢，是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万里之遥啊！哎，你说我毛泽东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不够朋友啊！主席，您放心，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为国效力啊。为国效力，四海为家，高风亮节。外交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风光，但是干起来很辛苦。外事无小事，责任重大呀！来，坐吧。黄振，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
都会努力干好。纷乱的世界上，我心不走过，变幻的风云里，你越发巍峨。唯有那么一天，环球同此凉热，云水间响彻我们沐浴的潮。